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北上这才是穷人，白鹿用丑相打脸多少内娱女明星？白鹿、欧豪领衔主演，翟子路、高志廷、李婉达、刘恒甫、胡军、李乃文、岳阳、王学银、萨日娜等主演的年代剧《北上》终于来袭了，可以说真的令人无比的激动。要知道这部年代剧不管是剧情还是演员阵容，亦或者是年代，都是观众们喜欢的。而且出乎预料的是，这部剧的剧情有着非常大部分的原创剧情。原著中这部剧其实是从1900年一个老外来到运河开始说起的，剧中涉及到很多人物，运河附近的6个家族都牵涉其中，但是电视剧只是稍微提及了一嘴这些，主要讲述的还是运河附近的夏、谢、马、周、陈、邵6个家庭3代人的故事，以年轻一代夏凤华、谢望和、邵星驰、周海阔、马思义、陈瑞为主。这部剧主要讲述的就是这6位少男少女从小时候开始，到长大之后北上创业，再之后又回到花街，寻找真实自我和人生意义的故事。其实这部剧的故事可以分为3个部分，第一部分讲述的自然是父辈的故事，第二个部分则是讲述着6个少男少女们的成长、青春时期，第3个部分则是他们北上创业之后回到运河的故事。第一部分其实涉及到的人物很多，夏凤华的母亲李燕，父亲夏茂田，谢家谢望和的父亲谢天成和母亲梁海红，邵星驰的母亲刘玉玲，父亲邵秉义，周海阔的爷爷周一仆，父亲周燕林，母亲罗之梅，马思义和马奶奶，陈瑞的母亲顾阿莲，父亲陈伯。可以说这6个家庭，每一个家庭都是不同的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都是生活在运河附近，都深爱着运河，甚至他们的祖辈几百年来都生活在这运河附近。至于第2部分和第3部分，要说最为令人惊讶的还属夏凤华，准确的说是白鹿饰演的这个人物。身为这部剧的女主，白鹿饰演的夏凤华可以说真的刷新了观众们对她的认知。白鹿以往的影视剧的形象就是那种皮肤白皙，长得十分漂亮，饰演的角色要么是千金小姐，要么是身份高贵的神女、仙女或者修仙的。但是第2部分的白鹿完全刷新了观众们对她以往形象的固有印象。白鹿饰演的夏凤华肤色黝黑，脸色蜡黄，没有一袭长发及腰，而是留着利索的短发，嘴里戴着牙套，整个给人的感觉就是假小子，真是惊掉了无数观众们的下巴。这样的形象说是出乎预料之外不为过，要不是仔细看，完全看不出这是白鹿。这是对她固有形象的颠覆，不过这也是十分符合夏凤华这个人物的人设的。要知道夏凤华是出生在运河的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孩，她从小和一群男孩一起长大，怎么可能不是一个假小子呢？不仅如此，这位土里土气又有女孩的那种小心思，她喜欢追星，也爱美，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夏凤华。从很多细节都证实了这位的演技，只能说白鹿饰演的才是真正的穷人，符合人物设定，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不像是那种娇生惯养的类型。白鹿用演技狠狠地打脸了无数内娱女明星，不少人饰演穷人，住在豪宅里面，穿着名牌，开着豪车，皮肤精致，保养得宜，给人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。而白鹿饰演的夏凤华不修边幅，用肤色、用牙套等来拉低颜值，仅仅凭借白鹿的这个形象，就足以让人对这部剧充满兴趣。更何况这部剧还有那么多优秀的演员，阵容强大，而他们经历的年代，相信绝大部分人也都经历过，所以说这部剧绝对是有着爆款潜质。2. 五官失控，动作浮夸，北上女主被吐槽。
白鹿们该清醒了。六姊妹之后，年代剧《北上》以全国收视破3.5的成绩突围。该剧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，通过2代人的命运沉浮，展现时代变迁。胡军、李乃文等实力派的表演更是贡献多个高光时刻。然而，与配角们的出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女主角白鹿遭遇的演技质疑。为何她饰演的假小子会成为观众集中吐槽的靶心？作为从偶像剧赛道转型的演员，白鹿在《警察荣誉》中的表现曾让观众看到潜力，但这次在《北上》中饰演高中生夏凤华，却暴露了其表演模式的固化问题。剧中16岁的夏凤华顶着枯草般的短发，深色粉底将皮肤涂抹得暗淡无光，肥大褪色的蓝布衫套在单薄身板上，走起路时衣摆晃荡如麻袋。当同龄男生穿着笔挺校服时，他的造型仿佛刚从废品站归来。制作团队似乎把不修边幅与假小子粗暴画上了等号。为表现角色直率性格，白鹿设计了许多程式化动作，与人争执时必咬后槽牙，激动时眼珠瞪得险些脱眶，甚至将偶像剧里摇头晃脑的习惯带进正剧。最引发争议的是探望好友的戏份，本该呈现担忧、自责等复杂情绪，他却突然青筋暴起，嘶声吼叫，狰狞表情吓得对手演员本能后退2步。观众犀利点评：这哪是担心朋友，分明是黑帮大姐头寻仇现场。如果说造型上可归咎于团队审美，那么演员与角色的年龄鸿沟则直接动摇剧集根基。放弃10级美颜的镜头下，30岁的白鹿面临残酷考验，凹陷的法令纹在特写中无所遁形，向下耷拉的嘴角与活泼少女的人设产生强烈冲突。当她戴着牙套模仿中学生蹦跳时，檀木涌现教导主任查寝既视感的调侃。32岁的男主角同样陷入尴尬，当他顶着3层抬头纹高喊青春宣言时，浑浊眼神中透着的不是热血，而是世故。水中出浴戏里刻意设计的甩头动作，配合着不再紧致的下颌线，让原著中清爽灵动的谢望和变成了乡镇企业家回忆青春。这对总年龄超60岁的荧幕情侣，硬是把少男少女的懵懂情愫演出了中年离异夫妻的疲态。操场追逐戏被网友二创成教务处抓早恋，成为年度魔性名场面。北上本剧被成为精品的前置，胡军饰演的运河工头，用布满老茧的手掌转动茶缸的细节，就带出半生风雨。李乃文酒桌上一声叹息，道尽中年人的无奈与妥协。可惜这些闪光点都被主角团的崩塌表演淹没。小夏凤华灵动的表演反而成为照妖镜，当观众刚为小演员严厉的星光动容，转眼就看到成年版瞪眼撅嘴的夸张演绎。这种演技断层，堪比从纪录片突然切台到劣质舞台剧。随着该剧屡次登上热搜，也暴露出影视圈畸形现状，老戏骨沦为流量演员的演技急救包。但再精湛的配角也架不住主角持续掉链子，就像满汉全席碰上个不会掌勺的主厨，终究暴殄天物。北上的困境恰是行业缩影，当制作方迷信流量保底，当演员沉迷舒适区，再好的剧本都可能沦为演技灾难现场。白鹿们或许该清醒了，真正的转型不是换个剧组继续演偶像剧，而是沉下心来打磨角色。毕竟观众的眼睛始终雪亮，大运河奔腾千年，从不为敷衍之作停留。